婚礼前一夜，新郎跑了。刚接到这个消息的大冤种便是我。在一起5年的男友，终究是抵不过白月光的一句“我还爱你”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对不起，渊渊，我还爱他。一条简洁的消息将我彻底打入深渊。我颤抖着打出几个字，得到的只是刺眼的红色感叹号。陈玉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说走就走，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你拉黑，我成了世间最大的笑话。手上的订婚戒指仿佛都在讽刺着我，不过是那个女人的替身。毕竟这枚钻戒都是曾经那个女人想要的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幸福地走向婚姻，我以为你至少有那么一丝对我的爱，我以为你已经放下他了。可是现实将我击溃得粉碎，我在结婚前一天被人人称赞的完美男友甩了。第2天醒来，我的手机已经被打爆了。顾渊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阿玉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刺耳的声音从电话传来。还能怎么解释？就是我被甩了呗。我装作不以为然地说道。那边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，我实在受不了，直接挂了电话。明明被甩的是我，为什么好像是我做错了一样呢？我点开微信，一个个地和今天本该参加婚礼的宾客们道歉，最后收拾烂摊子的还得是我。回想起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秀的恩爱、结婚照、钻戒、请帖，现在全都成了他人口中的笑话。最大的万幸可能是我们还没去领结婚证。看着收到的回复以及各种各样的安慰，我知道他们一定在嘲笑我顾渊竟然也有这一天。毕竟我在他们眼中从来是高高在上、桀骜不驯。而最后我还是输了，是陈玉先开始追我的。因为父母婚姻的不和，我一直都不相信会有真正的爱情。在我高中时期，我爸赌博欠债到彻底还不上，而我妈也终于和他离婚了。自此之后，我便跟着我妈开始了漫长的穷苦日子，后来才慢慢开始好转。所以从初中起我就秉持着绝不谈恋爱的想法，即使有一些男生曾穷追不舍地追过我，我依然是冷漠地拒绝。直到我遇见了陈玉，那个曾经会在图书馆悄悄递给我糖果和小纸条的青涩男孩，那个会在下雨天永远偷偷放一把伞在我旁边的男孩，那个发誓会永远对我好的男孩。我就这样一步一步沦陷在他的虚情假意中，最后却落得这个下场。陈玉向我求婚的当天，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渊渊，嫁给我吧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。您好，您的婚纱到了。门铃响起，看着眼前美丽的婚纱，我不禁冷笑一声。陈玉说这辈子婚礼就这一次，怎么能租别人穿过的婚纱？所以耗重金定制了这款独一无二的婚纱。买都买了，不穿白不穿。我穿着婚纱，为自己画了一个好看的妆容。站在镜子前时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哭不出来了，剩下的只有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悲哀。穿上期待已久的婚鞋，我走出了房门。我佯装潇洒地走在大街上，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与讨论。他们一定在想，怎么会有人穿着婚纱坐在街边小吃摊的？小姑娘今天结婚了。老板端上来了一碗牛肉面。但是新郎跑了。我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看着老板。老板一脸的无措，赶紧去招待其他客人。突然一抹身影坐在了我的对面，我头也没抬，这儿有人了。听说你被新郎甩了？低哑的声音传来。
这人很没有礼貌哎，戳人痛处干嘛？我不满地抬起头，正想骂出声，看到面前的男人长着一副俊美的面容时，我将脏话收了回去。男人深邃的眼眸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散发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，接着勾起一抹近乎诱人的微笑。我正好缺一个新娘。我屏住了呼吸，男人将筷子递给我，面不改色，浅浅地说道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那你？这人是神经病吧？我一脸懵逼地看着对面的男人。你是人贩子吗？我强装淡定地嗦了一口面。现在人贩子都找帅哥来拐人了吗？没想到男人非但没有动怒，反而低头轻笑一声，给了我一张名片。我是认真的，我知道你，顾渊。说完他便站起身，上了一辆看起来就很贵的车，只留下在风中独自蒙圈的我。我看了看名片，一脸不屑地念着上面的文字：海氏集团总裁温逸川。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海氏集团是我知道的那个海氏集团。距离逃婚事件已过去2周了，我该吃吃该喝喝，一点没有怠慢自己。你真的没事吗，渊渊？闺蜜宋思宁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我笑着拍了拍思宁的头，真没事，你看我最近吃得多开心，都懒得减肥了呢。虽然我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没有入眠了，但我不敢告诉她，我不想成为朋友的负担。渊渊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，我那天碰见陈玉了。思宁终于还是忍不住了。陈玉这段时间内心强装坚强的盾牌，在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被击得粉碎。我只觉得浑身冰凉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他在哪儿？就在我家楼下的超市，我看到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。思宁支支吾吾地说道。本来我想冲上去骂那个渣男，但我看到那个女人好像怀孕了，所以我就……怀孕？哈哈！泪水在这一刻如涌流一般爆发出来。我一直以为陈玉只是在结婚前1天背叛了我，没想到原来我一直都只是一个自作多情的小丑罢了。我无法接受，我要报复他。我找到那张被我揉皱的名片，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你上次说的话还作数吗？对面沉默了半刻，冷冽的嗓音传来，从未失效。这是婚前协议书，你看一下吧。说完，温逸川旁边的秘书递了一份文件给我。我强装镇定地喝着面前的咖啡，其实腿一直在不争气地颤抖着。顾小姐不必这么紧张，我不会吃了你的。男人挑了挑眉，目光中带有一丝玩味。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找我？我开门见山地说道。温逸川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嘴角上扬，让人摸不透到底在想什么。因为你很特别，他开口道。特别？哪里特别？我直截了当地反问他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新婚前1天被甩的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仿佛在嘲讽我。我抽了抽嘴角，抑制住自己想打人的内心。就仅仅是这个原因吗？当然不止，但我现在不想告诉你。男人突然凑近，眼眸中的笑意更沉。结婚之后你就慢慢知道了。看着面前的白纸黑字，脑海中又浮现起陈玉那张让我充满恨意的脸。心一狠，我拿起笔，在上面签下了我的名字。好的，顾小姐，我会严格遵循上面的条约，希望你也能够做到。男人再次强调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对于温逸川来说，只是一枚棋子而已。他不想遵循家里的联姻安排，只好找一个需要他的女人来做挡箭牌，而我便恰好被他选中。说到底，就是想找一个不会管着他，任由他能够做任何事，
好控制的女人罢了。无所谓，各取所需而已。我能得到钱财和报复陈玉的机会，而他也能顺利逃脱家中的管束，不必做那个忠诚的老公。那我们明天就可以去领证了。温逸川慵倦地靠在沙发上，神色淡然。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协议书上没写呀？我震惊地看着温逸川。新加的。男人轻飘飘地冒出这句话，神色理所应当到我以为是我搞错了。这是什么流氓啊？明早10点我来接你。顾小姐，不准临阵逃脱。我领证了，可站在旁边的人却不是那个陪伴了我5年的男孩。在陈玉逃婚后的1个月内，我和一个仅仅认识几天的有钱男士结婚了。我和温逸川站在镜头面前，2个人尴尬地隔着一段距离，一看就不像夫妻。你们这对小夫妻咋回事？靠近点！拍照的人都忍不住吐槽。温逸川缓缓地往我这边移了一步，我能闻到他衣服上淡淡的香味。2口子笑一笑，接着一张尴尬到不行的结婚照成功出炉。我看着手上的红本本，心中说不尽的酸楚。其实今天是我和陈玉约定好要正式成为夫妻的日子，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。领完证了，还需要做什么？我摇了摇手中的结婚证。哦，不对，我有正事需要做，我得发个朋友圈才行。因为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转告给陈玉的。编辑好文案，拍了一张结婚证的封面。兜兜转转，还是你。点击发送。陈玉，就你能有白月光是吧？那我就效仿你。果不其然，没过一会儿，我的微信消息、电话就仿佛轰炸似的响起。啊呀呀呀！渊渊，什么情况？思宁的尖叫声从电话里袭来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只好答应他下次见面一定全盘托出。母亲的电话也在这个时候打来，我心烦的直接挂断了。那天母亲的责骂让我到现在也无法与她和解。顾小姐，温逸川顿了一下，还是我该叫你老婆了。男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神什么？我突然紧张地结巴了一下。顾渊，你可真丢人。看着我尴尬的样子，温逸川仿佛觉得很有趣。渊儿，这个称呼怎么样？他微微侧头。温逸川，我忍无可忍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温逸川收回笑容。明天的任务是去见家里的那位老人。我捏紧衣角，不禁有些担忧。要在那位海狮集团最大的董事长面前演戏，我怎会不紧张？2周前的我绝对不会想到，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打工仔会成为海狮集团的儿媳妇。去吃饭吧。温逸川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。我们2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还需要做样子吗？我疑惑道。温逸川瞥了我一眼，随即开口：顾小姐，我是甲方。呵呵，你是甲方，你最大。好的，温少，都听你的。我虚伪地冲他抛了一个笑容。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陈玉。可笑的是，我恰好撞上了他们的同学聚会，而我作为他们曾经的同学，这场聚会没有一个人来邀请过我。好巧啊，顾渊，你也来这儿吃饭？最先开口的女生是曾经大学期间处处针对我的人，只是因为她曾喜欢的男生追过我，想想也挺可笑的。我看向坐在餐桌前一言不发的陈玉，嘴角勾起一个笑容。是啊，我约了人。我们几个刚刚还在讨论你的朋友圈呢，咋回事啊？陈玉其中一个哥们不怀好意地说道。现在真是随随便便就能扯上证了呢。那个女生继续煽风点火道。
我看到陈玉的表情越发不好，觉得很是可笑。明明出轨的人是他，怎么好像现在我成被批斗的对象了？什么时候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呀？我们看看有没有咱们玉哥这个高富帅一般牛。陈玉的哥们继续起哄着，我咬着下唇，紧紧地握着拳，恨不得将指甲掐进肉里。我知道陈玉的那群狐朋狗友们从来就不看好我，因为自从和我在一起后，陈玉这个大冤种就再也不到处给他们花钱了。这群人出去玩、唱歌、吃饭，做什么都要陈玉买单。而我劝阻过后，陈玉变成了这群人口中的妻管严。也对，在他们眼中，我就是典型的家里穷酸，还想攀上陈玉这个富二代，我不配。就连我毕业后凭自己本事找到的好工作，也依然能被这群人背地里偷偷说我是不是靠了陈玉的关系。他们将我大学所有的认真与付出一口否定。现在清醒后，我真是瞧不起自己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自己男朋友身边的好兄弟都这副模样，他又能好到哪儿去？我冷笑了一声，看着面前的一群人，你觉得你们配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其中一位好兄弟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你们配认识我老公吗？我直直地盯着面前的人。男人不屑地切了一声，撇撇嘴看向旁边的人，这女的就装逼呢，朋友圈的照片绝对 P 的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不想和他们继续争执。陈玉的家境可能还比不上温逸川的一丝半毫。就在这时，一双有力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老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找你半天了。温逸川含情脉脉地对上我的眼睛，这人演技还不错，我暗自感叹道。啊，碰上了一群垃圾罢了。我笑着回应。你 TM 说谁垃圾呢？最暴躁的一个人想冲上前来，温逸川迅速地拦在了前方，冷冷地望向面前的男人，目光像刀子一般。再上前一步的话，就不是警告那么简单了。温逸川语气冰冷：你小子还威胁人呢，你算老几？面前的男人嚣张道。旁边的几个人想上前劝和，通通被男人甩开。月薪几千的工资啊，这么狂？他继续挑衅道。温逸川低头轻笑一声，抬起头后眸子里全是嘲讽，似乎觉得眼前的人就是个笑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月薪。温逸川淡淡的说道。工作都没有，还敢警告我？我好怕呀。男人抱着双臂嘲笑道。我就在隔壁海市上班，要打架随时约我。随后炫耀似的递了一张名片过来。我愣了一下，恭喜，这家伙可要玩完了。温逸川轻轻扫了一眼名片上的名字，嘴角稍稍扬起，眼神冰冷地拨通了一个电话。我知道在场的人都直接懵逼了。挂完电话后，温逸川将自己的名片放入男人衣服的口袋，冷冷地说道：明天不用来了。在男人呆滞的眼神中，温逸川温柔地牵起我的手：我们去吃饭吧，老婆。我仰起头，回应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：走吧，老公。温逸川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色，随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模样。我悄悄瞥了陈玉一眼，发现他正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知道这一轮是我赢了，谢谢你啊，明天我会好好表现的。我站在家门口和温逸川保证道。路灯的光打在温逸川的身上，棱角分明的脸庞显得格外好看。做你自己就好，顾渊。温逸川低下头直视着我的眼眸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温逸川叫我名字的时候，总会让我心一颤。我已经好久没做自己了。我苦笑道。应该说，
我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怎样的。好了，快回去吧，晚安。不想让自己陷入悲伤的情绪，我赶忙让温逸川回去，不邀请我进去坐坐。这个男人果然正经不过3秒，好走不送。我摆了摆手，我们可是合法夫妻。男人不紧不慢地说道：我们是合约夫妻。我继续反驳：明天先搬到我家，再去见爷爷。男人抛出一个炸弹，我正想跳起来大声拒绝。合约第1条，服从甲方的任何合理要求。男人轻轻地扬起一个笑容：拜托，这哪里合理？温逸川慢慢地向我靠近，俯下身附在我的耳边，低沉而又温柔的声音袭来：还有，晚安，老婆。我愣在原地，心跳仿佛慢了半拍。看着温逸川深邃的眼眸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。这个男人太危险了。我伸出手推开温逸川，冷冷地说道：既然是合约夫妻，该保持的距离还是得遵守吧。温逸川默不作声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眼睛里是猜不透的情感。好，听你的。20多年的人生中，我只爱过一个男人，而这个人却让我成为了世上的笑柄。从小到大，在旁人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冷漠的人。亲戚会扯着自认为我听不见的大嗓门劝我妈甩掉我这个拖油瓶，生的又不是儿子，管我上学干嘛？这个时候的我却只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，因为我怕我妈真的不要我了。这么多年唯一的一个朋友只有宋思宁。从初中我爸开始赌博起，家里的争吵就没断过。那个时候起，我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不爱讲话。身边曾经的朋友们一个个远离我，开始认为我是一个怪人。只有宋思宁，在我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，仍然会叽叽喳喳在旁边分享着他的生活，他的故事。他总是会把他的零食分我一份，文具分我一份，只要他有的，仿佛都要分一半给我。只有在他面前，我好像才会有一丝笑容。我经常问他：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而思宁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：因为你长得好看呀。每次都会被他的这句话逗开心，虽然知道他只是在骗我。多亏思宁的陪伴，我至少算是平静地度过了初高中生活。大学开始，我便和思宁分隔两地，我好像再一次陷入了孤独。我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了交朋友的能力，而且我一直认为这辈子能有思宁这一个朋友就足矣。独来独往的模样让我仿佛和其他同学隔了一道海平线。追求我的男生在3番5次碰壁后，都识趣地自行离开。虽然曾遭受的辱骂并不少。你摆什么架子呢？你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？我就是无聊才来追你，你这样的女人不过如此。真是好笑，这年头追求不成恼羞成怒的人可真多。在我以为大学生活就这么过去的时候，陈玉出现了。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我的冷漠吓跑，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。他会和我讲好多心里话，还和我分享他曾经的初恋，然后红着脸告诉我那都是过去式。没想到当时的那位初恋会在未来毁了我的生活。因为陈玉，我逐渐变得开朗起来，我变得开始愿意与人交流，愿意倾诉自己的心里话。我知道陈玉帮了我不少，多亏了他，我慢慢的才开始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他教会了我怎么与他人相处。虽然我总是骂他老好人、大冤种，但不得不说，他的人缘是我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。在当时我曾发过誓，这辈子一定要用尽全力对这个人好。第2天，我属实是想临阵逃脱了。你很紧张？温逸川笑着问我。
废话，这怎么可能不紧张？我站在门口哆嗦着。谁家富豪会同意自己唯一的孙子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？哈哈，怎么会呢？我皮笑肉不笑地说道。温逸川拍了拍我的头，放心，老爷子没那么恐怖，信你才有鬼。正当我极力想平静自己的内心时，一阵温热袭来，男人有力的手牵过我，走吧，渊儿。我知道演戏开始了。走进门时，老爷子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了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走上前，将男人准备好的礼品放在桌上。初次见面，我是顾渊，逸川的妻子。我语气生硬地说道。老爷子这才转过头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。我继续用标准笑容回应着他。多大了？老爷子询问道。马上26了。我紧张地回答道。老爷子皱起眉，我是问孩子多大了。啥？什么孩子？我一脸震惊地望向温逸川。这个男人到底干了什么？谁知温逸川冲着我笑了笑，一把搂住我的肩膀，轻轻将手放在我的肚子上。爷爷，现在还不能说呢。什么不能说？我张嘴想解释什么，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老爷子叹了口气，既然孩子都有了，两个人就好好相处。我皮笑肉不笑地点了点头。老爷子顿了几秒后，温逸川，你最好别给我整些幺蛾子出来。我已经不记得后面是如何在温家吃完晚饭，也不记得老爷子是如何和我讨论婚礼如何举行，更不记得温逸川这个恶人的得意微笑。走出温家后，我狠狠地上前拍了温逸川一掌。你最好是给我解释清楚。面前的恶人一脸无辜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爷爷误会了，后面也只能将错就错了。可你也不能这样欺骗老人家呀，到时候满心欢喜，结果是一场空。我生气地说道。会这样吗？顾渊。恶人突然收回笑容，一本正经地看着我。我满脸疑问地看着温逸川，实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好了，说好的今天搬过来，你怎么没兑现承诺？他俯下身直视着我的双眼。我可没有答应。我撇过头。可是过几天爷爷要来我们家。温逸川扬起嘴角。你……我使劲捶了温逸川的胸口一下。明天会有人去帮你搬行李。哎呀，我真是玩不过这个男人。今天是和温逸川同居的第1天，鬼知道我要怎么度过以后的日子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。我一接通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：渊渊，我好想你。一阵恶心席卷而来，这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，良心都不会痛吗？陈玉，求你别恶心人。我强忍着骂人的冲动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边是近乎哀求的语气。呵呵，机会？给你机会就能弥补我的伤痛？我打开免提，走进温逸川的书房，将手机递给了他。渊渊，求你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我看到温逸川的脸瞬间黑了下来，眼神突然变得很冷。渊渊，求你别不理我，我知道你结婚的事一定是骗我的，对吗？陈玉还在狗叫着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大半夜骚扰别人的妻子合适吗？温逸川终于忍不住开口。你是那天那位？如果你有什么事，请来海市找我，请不要给我的妻子单独打电话。还有，刚刚你说什么都能给我妻子？你觉得我给不了？还是你认为你的资产能和我相比？等到你坐到我这个位置再谈我什么都能给你这句话。温逸川猛地挂断了电话。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见他连续说这么长的话，第一次见他好像快要生气的模样。
哈哈，竟然有点可爱。我一脸坏笑地坐上书桌。温少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温逸川站起身，搂住了我的腰。毕竟我的妻子可是大晚上单独和男人通话，我生气是应该的吧？我可没有单独，我这不来找你了吗？而且是他打给我的。我立马反驳道：作为惩罚，今晚你得和我一起睡。温逸川搂得更紧了一些，我好像能听见他略微急促的呼吸。滚！我卖艺不卖身的。我推开他，心跳好像开始加速。温逸川低头浅笑一声：你是怕我对你做坏事？我撇过头，毕竟我可不相信你的人品。下一秒，脖子上一阵温热袭来，温逸川轻轻地吻住了我的脖子。唇瓣离开后，他抬起了头：你确实不能相信。后来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温逸川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他喝多了吗？我也没闻到酒味呀。难道是因为我太漂亮了，他把持不住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见过的美女应该数不胜数吧？我算得了什么？可是下一秒，我就被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惊住。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在意刚刚陈玉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我竟然也一点都不好奇他为什么会突然又找回我。我一整个晚上竟然都只是在思考温逸川到底为什么要吻自己。我突然感觉到了危险，内心深处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声。那个声音告诉我，不能再让这个男人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了。第二天，我果然顶着2个巨大的黑眼圈，疲惫地坐起身。下一秒，一阵香味传来，是海鲜粥。我兴奋地跑出房间，看见温逸川正在厨房忙碌着。这个男人居然会做饭。想当初陈玉那只狗打死都不愿意做饭。我轻轻地走向温逸川：有我的份吗？一脸期待地望向他。没有。呵呵，冷漠无情。哦，我上班去了。我失落地转身。过来端饭。来了来了。我开心地跑过去。我真的最爱海鲜粥了。昨天，温逸川不经意地开口。我本来正在开心地吃着碗里的饭，昨晚的画面突然又涌入脑海。救命！我本来都忘了。我拿着勺子的手一抖，面前的饭瞬间不香了。嗨嗨，那是个意外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挤出一个笑容，假装毫不在意。你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？面前的男人仿佛觉得不可思议。就成年男女，孤男寡女，不会吗？我结结巴巴地说道。我可不是随便的人。温逸川的脸色变得不太好。哎呀，我就是说，就是表达我理解你的意思。那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温逸川的眼神中竟然浮现出一丝期待。说什么？阿卫，我是真的没什么想说的。哦，没什么。温逸川拿过我吃完的碗，竟然自觉地走进了厨房。什么？不用我洗碗的吗？看着温逸川的背影，我不禁感叹，肯定有很多女人爱他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有特殊情况，我应该也享受不到这种人的温柔。我也知道他对我的好不过都是演戏罢了。在我想得出神时，温逸川的声音又响起：外面下雨了，待会儿我送你去。好丈夫的角色他完成的确实还算不错。在车上时，我们2个意外的沉默。外面的雨声让我们的气氛显得更加死寂。我好像突然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温逸川了，因为我觉得很奇怪。我从未告诉过他我嗓子经常不舒服，他却在下车时递给我一个保温杯，里面装着我爱喝的桔梗茶。我从未告诉过他我几点下班，却在走出大门口的那一瞬间，看到他已经站在了车前看向我。落日的红光打在他身上，
与他相视的那一瞬间，我好像真的迷茫了。这个人有必要演到这种地步吗？可我真的不想再去相信任何人了。我在躲着温逸川。自从那天开始，温逸川每天晚上回来的那一刻，我就会立刻躲进房间里。如果温逸川比我早回家，我就会和他打个招呼，又赶紧溜走。他好像也发现了端倪，却没有主动和我说过什么，只是一直做着一个好丈夫该有的样子。每天都会准备好早饭，给我泡好桔梗茶。每天下班会亲自来接我，偶尔忙的时候才会派别人过来。每天还会问我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。我开始沉迷于此，好像自己真的是他的妻子一般。可在这一天，平静的生活终于被打破了。有人送了一束花来我的办公室，其实我下意识地认为这是温逸川送的，还觉得这人怎么突然搞这些情趣。我抱着花下楼，心里竟有些小期待会看见温逸川，可是我却看见了那个让我恶心至极的人——陈玉。我装作没看见，想直接掠过这个男人，没想到他冲上来抓住了我的手，不停地祈求着我：渊渊，之前发生的一切我都可以解释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说明这一。看着周围看向我们的眼神越来越多，我实在有些招架不住。为了不引起八卦，我便和陈玉去了公司旁的一家咖啡厅。说吧，你想解释什么？我面色冷漠地看着他。陈玉低着头，泪水一滴滴地打在他的腿上。我露出厌恶的表情。这是什么戏码？鳄鱼的眼泪？渊渊，我一直爱的都只有你。他突然抬起头。我冷笑一声：你爱我，结婚前一天悔婚。你爱我，搞大其他女人的肚子。陈玉，你的爱我可受不起啊！陈玉不停地摇着头：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是那个女人骗了我，她骗我怀了我的孩子。我不想做一个不负责的人，所以……真是越听越离谱。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只觉得好陌生。所以你是想来告诉我，你出轨了，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了，但是你并不爱她，只爱我。然后那个女人说怀了你的种，你觉得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所以你必须和我分手去照顾她，结果被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那天就是和兄弟们刚好碰到她，然后一起喝了酒。我记得我真的什么也没干，可她却说怀孕了。我真的是被骗了，那个孩子根本不是我的。我们结婚前一天那条短信也是她发的，她当时告诉我怀孕后，我也情绪崩溃了。渊渊，真的对不起。看着陈玉不停地流着鳄鱼的眼泪，我越发觉得好笑。他不会觉得还有挽回我的余地吧？我在他面前就是这种自卑和掉价的女人。够了，陈玉，你以为我在乎你那点破事吗？我结婚了，我很爱我的丈夫。你这么快就找到下家，还是那样的人，难道不是早就有预谋吗？陈玉咬牙切齿地说道。这个男人果真马上露出了本性。不好意思，出轨这种掉价的事我还是做不来的，也就只有你这种烂人才喜欢。那你为什么要收我这种烂人的东西？他红着眼眶看向我手里的花束，真是晦气。我将一大束花丢到了他脑门上，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送的，实在太过晦气了，就还给你了。对了，祝你们长长久久哦。说完，我便扬长而去。走出咖啡厅的那一刻，我还是没忍住红了眼眶，为自己曾深深爱过这个烂人而觉得恶心难过。不知为何，在这一刻我特别想见一个人，而他也恰好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我终于忍不住大哭出声，委屈地冲上去抱住了他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温逸川神情有些错愕，
接着将我搂得更紧了些。是我不对，来晚了，下次不会了。明明什么都不知道的温逸川却在和我道歉，我哭得更大声了。温逸川，你到底凭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不想再误会了。家中的氛围好像莫名更尴尬了。我蜷缩在沙发上，疯狂地敲打着手机屏幕，和思宁怒骂着狗渣男。一抬头对上温逸川的视线，我尴尬地放下了手机。顾渊啊，顾渊，你真的丢死人了！你为什么要去抱着他哭啊？本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，可下一秒，你是因为那个前未婚夫哭的吗？温逸川表情有些许难以让人看懂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但我还是打算如实相告。算是吧，有必要？就为这种男人？他的语气格外的冷漠，我觉得有些许好笑。被甩的又不是他，自以为相处了好几年的真爱，结果发现只是坨屎，这换谁不难受啊？你如果做不到感同身受，就不要在那里阴阳怪气。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对了温逸川。不好意思，我也确实无法理解你这种行为，明知是什么样的人还念念不忘。他继续嘲讽我，谁星号念念不忘了？我有点懵逼，那种人还有必要挽留吗？他继续咄咄逼人，什么挽留？等下，他不会以为我疯狂敲打键盘是在和渣男聊天吧 ？Excuse me， 他把我顾渊当什么人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没好气地解释道。那是怎样？温逸川的语气带着一点怒意。和你有关系吗？我也不知为何就想和他对着干。顾小姐，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已经结婚了。反正也是假的，我没必要事事和你报备吧。我好像在别扭着什么，明明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个玩个的？温逸川挑了下眉，表情仿佛觉得我无可救药。你想怎么玩我也无权干涉哈，毕竟我们是合约夫妻。最后4个字我故意加重了说，是我越界了，对不起。温逸川神情突然变得很落寞，他背过身不再看我。我心里突然很难受，走上前抱住了他。我曾发誓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。无数个夜晚，我都恨不得将曾经那个陷入爱情的自己杀死。可是现在，我再一次犯错了。我知道我没有退路了。男人明显愣住了，整个身体僵硬起来。随后一只温暖的手搭了上来。我不想和你做合约夫妻，我刚刚说的都是违心话。男人转过身，捧住我的脸，顾渊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你说呢？我吻了上去，随后换来的是更加激烈的交缠。今天是我和温逸川举行婚礼的日子，我邀请了所有人，包括陈玉。他祝福也好，不祝福也罢，我对他的感情早已在某个瞬间彻底释然。我只想让他看见，没了他我依旧幸福的模样。我也想让所有人看见，我好像真的遇见了一个眼里只有我的男人。我慢慢地往前走着，而远处正站着我爱的男人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我结婚的模样，也在一朝一夕将所有幻想打碎。只是没想到，站在那里的人，依旧是我想要陪伴一生的人。1步2步3步，我终于抵达他的身边。男人的眼中只有我，我的眼里也只有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